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就是我最近服务的一位广州女生嫁到台湾的经历。这个女生叫思婷，是个非常有见识的女孩子，在广州某知名企业做高管，年薪差不多有50万。说起这个故事还得从2年前说起。那时候思婷通过我们平台认识了现在的老公玉婷。玉婷是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的一家半导体公司的技术总监，人特别靠谱，家庭条件也不错。我记得第一次给他们俩牵线的时候，思婷还挺犹豫的。她说：“丽姐，我听说台湾那边的生活节奏比较慢，我这种大城市里的女生过去会不会不习惯啊？”我当时就笑着跟她说：“傻孩子，你得亲自去看看才知道啊。”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这2个人视频聊了没几次，玉婷就专程飞到广州来见思婷。那天我也在场，看着他们俩见面的样子，哎呦喂，那叫一个般配。玉婷身高1.8米几，戴着细边框眼镜，说话温柔又有条理，一看就是那种读书人。思婷更不用说了，我们广州女生本来就以温柔贤惠出名，再加上她本人长得漂亮，气质又好。他们第一次见面，玉婷就带了台湾特产给思婷，还特意问了她平时喜欢吃什么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暖男居然记住了思婷随口说的一句话，他爱吃凤梨酥。后来每次视频，玉婷都会提前寄一盒新鲜出炉的凤梨酥过来。思婷常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真的好喜欢她这种细心的性格。确实，在我们做红娘这一行，见过太多男生都是大大咧咧的，哪像玉婷这么懂得照顾人的感受。他们恋爱的过程很顺利，前后也就处了半年。期间，玉婷隔3差5就往广州跑，每次来都给思婷准备一堆小惊喜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，她特意订了一大束满天星，因为思婷说她从小就特别喜欢这种花，觉得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。去年10月份，玉婷求婚了，你们是不知道，那场求婚真的很用心。她在广州塔附近包了一个露天餐厅，布置得美轮美奂的。我作为红娘，当然也收到了邀请。当时玉婷单膝下跪，拿出戒指的那一刻，思婷都感动哭了。她后来告诉我，丽姐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运，能遇到这么好的人。今年年初，他们在广州办了婚礼，玉婷的家人专程从台湾过来，对思婷也特别好，婆婆更是疼她的不得了。听说思婷喜欢吃甜品，特意带了一堆台湾特色的糕点过来。婚礼结束后，思婷就跟着玉婷去了台湾定居。说实话，作为红娘，我特别为他们这段姻缘感到欣慰。不过更让我惊喜的是，前2天思婷给我发了好长一段语音，说要跟我分享她在台湾的所见所闻。那天她给我发语音的时候特别兴奋，我就知道这丫头在台湾过得不错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刚来台湾的时候简直被震惊到了。思婷的语气里充满惊叹，特别是第一次坐玉婷的车从桃园机场到新竹，那个高速公路也太棒了吧。我一听就来了兴趣，追问她，哎呀，到底有多棒啊？给丽姐讲讲。哇塞，丽姐，我跟你说，台湾的高速公路跟我们以前在广州开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思婷滔滔不绝地说，首先是路面平整的就像镜子一样，开车的时候特别舒服，一点颠簸感都没有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开车，遇到坑坑洼洼的路段，我的奶茶都洒了，但是在这边，就算我端着热咖啡都不会溅出来一滴。听她这么说，我不禁感叹，这建设水平确实了不得啊。丽姐，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呢。思婷继续说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的高速公路不管白天黑夜，路面上的标线都清清楚楚的，而且晚上开车的时候，路边的反光导标就像夜明珠一样亮，特别有安全感。玉婷告诉我，他们这边的反光材料都是特殊定制的，遇到下雨天也不会反光的晃眼。还有思婷越说越来劲，这边的收费站全是电子化的，根本不用停车。玉婷的车上装了一个叫远通电收的感应器，开车经过收费站的时候，滴一声就搞定了，方便得不得了。说到这里，思婷突然话锋一转，丽姐，最让我震撼的是这边的防灾系统，你知道吗？整个高速公路网都安装了地震感应器，一旦发生地震，系统会立即通过电子告示板发布警报，
提醒司机减速或者寻找安全地点停车。真的假的？我惊讶地问。千真万确，思婷说，前几天我们开车去垦丁玩，路上正好遇到一次小地震，电子告示板马上就显示出警示信息，还有建议的应对方案。不仅如此，高速公路上还有专门的避难区域，可以让车辆在紧急情况下安全停靠。而且你猜怎么着？这边的高速公路管理真的很人性化。思婷继续分享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休息站，不是那种简单的休息区，是集加油站、美食街、超市、休息室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区。有一次我们半夜开车，我觉得有点累，玉婷就带我去休息站歇了一会儿。那个休息室特别干净，还有按摩椅，躺了20分钟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听着思婷讲这些，我也不由得感慨，这水平确实很高啊。是啊，丽姐。玉婷说，他们这边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管理经验，不少国家都来取经呢，像是防灾系统、道路养护技术什么的，据说日本都派人来学习过。思婷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满是自豪。不过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思婷神秘兮兮地说，丽姐，这边的高速公路还有一个超厉害的系统，叫做高速公路行车智慧管理系统。思婷继续兴奋地说，简直就像科幻片里的场景一样。我赶紧追问，哎呀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系统啊？就是整个高速公路网都布满了智能感应器和摄像头，可以实时监测路况。思婷解释道，比如说前面有车祸或者道路施工，系统会立刻通过电子告示板通知后面的车辆，还会自动计算最佳改道方案。有一次我们开车去台中，前面突然发生了小事故，电子告示板马上就提示我们提前下交流道，绕道省道走，省了不少时间呢。而且啊，思婷滔滔不绝地说，这个系统还能根据车流量自动调节限速，比如说下班高峰期，系统会根据实际路况适当调整速线，让整体车流更顺畅。玉婷说这个技术都申请了好多专利呢，我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也太智能了吧？可不是吗？思婷说，最厉害的是，这个系统还能预测天气变化对道路的影响，像是要下大雨了，系统会提前发出警示，提醒司机小心路滑。遇到浓雾天气，路边还会自动开启防雾灯和警示灯。说到这里，思婷突然笑了起来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刚来的时候我还纳闷呢，怎么路边的指示牌晚上会发光？原来是用了什么特殊材料，可以吸收太阳能，晚上自己发光，完全不用额外耗电，这设计也太环保了。还有这边的隔音墙，思婷继续说，不光隔音效果好，还种满了各种植物。玉婷说这叫绿化隔音墙，既能降噪又能净化空气，春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。我前几天专门拍了照片发朋友圈，都被羡慕坏了。听他说的这么神奇，我忍不住问，那这么先进的系统维护起来应该很麻烦吧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丽姐，思婷说他们这边有专门的养护队伍，24小时轮班巡查。你没见过他们的养护车队，那叫一个专业，就像医院的救护车一样，随时待命。路面有一点小问题，他们就会马上去修，根本不会等到坏的不能开了才修。最让我觉得暖心的是，思婷感慨道，这边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设有婴儿车租借站和无障碍设施。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妻临时要用婴儿车，服务区直接免费借给他们用，这种细节真的很贴心。思婷说着说着，突然话锋一转，丽姐，其实最让我感动的不是这些硬件设施，而是这边人们的公德心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，我发现台湾这边的人开车特别有秩序感。思婷接着说，遇到施工路段，大家都会主动让出应急车道，有车要超车，大家都会按规矩变道。最神奇的是，这边的人开车基本不按喇叭，除非真的很紧急的情况。我听了忍不住笑着说，这跟我们这边确实不太一样啊。是啊，思婷说，刚来的时候我还不适应呢。有一次我看到前面车子开得慢，下意识就想按喇叭，结果玉婷赶紧拦住我说这边不兴这个。后来我才慢慢发现，大家都很有耐心，不会因为别人开得慢就急躁。而且你知道吗，丽姐，这边的驾驶文化特别注重礼让。
思婷继续说，特别是在交流道汇入主线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主动给并道的车让出空间。要是遇到救护车或者消防车，所有车辆都会自觉让出紧急车道，场面特别壮观。我很好奇地问，那万一有人不遵守规则呢？这个我也问过玉婷。思婷说，原来这边的监控系统特别严格，如果有人违规，不管是超速还是乱变道，都会被系统自动记录下来。而且罚款还挺重的，大家都不敢随便违规。说到这里，思婷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丽姐，最让我感动的是这边的道路救援系统。有一次我们开车去垦丁的路上，遇到前面一辆车爆胎了，那个司机只是打了个求助电话，不到20分钟就有救援车来了。救援人员专业又热情，态度特别好。哦，这救援服务这么到位啊？我追问道。可不是吗？思婷说，而且你猜怎么着？救援车来的时候，其他车道的车辆都主动减速，给救援车让出足够的作业空间。这种全民的交通意识真的让人特别暖心。思婷说着说着，语气突然变得有点感慨。丽姐，说实话，来台湾这几个月，我算是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交通文明了。这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。玉婷说，他们从小学开始就有交通安全教育，这种意识是从小培养的。而且，思婷继续说，这边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特别重视用户反馈，他们有专门的意见反馈系统，如果用户发现哪里有问题，可以随时反映。最厉害的是，他们会定期公布处理结果，让大家知道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。听着思婷说这些，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。那这么好的系统，维护成本应该不低吧？丽姐，其实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。思婷接着说，玉婷告诉我，他们这边的高速公路虽然投入很大，但是从长远来看反而更省钱，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预防性养护的理念，就是不等路坏了才修，而是提前做好维护。这样啊？我很感兴趣地问道。对啊，思婷说，你想啊，要是等路面破损严重了再修，不仅修理费用高，还会影响交通，造成更大的社会成本。他们这边的做法是定期检测路面状况，发现有老化迹象就立即处理，这样反而更经济。说到这里，思婷突然笑了。丽姐，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这边的高速公路管理处还会发布年度报告，把维护成本、改善项目都公布出来，特别透明。玉婷说，这是他们的全民监督制度。而且啊，思婷继续说，这边的高速公路还特别注重环保。你看他们的路灯全部都用节能的发光2极管，收费站都用太阳能供电，连路边的护栏都是用可回收材料做的。玉婷说，这些投入虽然前期成本高，但是长期来看特别划算。我不禁感叹，这确实是很超前的理念啊。可不是吗？思婷说，有时候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他们能把路修得这么好？后来我慢慢发现，关键是理念不一样。他们不光是修路，而是在建设一个完整的交通系统，从规划设计到建设维护，再到日常管理，都是环环相扣的。思婷说着说着，语气越发感慨。丽姐，说实话，刚来的时候我还担心自己会不会不适应，现在我反而觉得在这边生活品质真的很高，特别是开车的时候，完全不用担心堵车、修路这些问题，省了很多心。对了，思婷突然想起什么，前2天玉婷还带我去参观了他们的交通管理中心。天哪，那个控制室简直像科幻片一样，一整面墙都是监控屏幕，能实时显示全台湾的交通状况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他们用了什么人工智能系统，可以预测哪个路段可能会堵车，提前做好疏导。听他说的这么神奇，我忍不住问，那你现在觉得在台湾生活怎么样？适应吗？思婷笑着说，丽姐，说心里话，我现在特别庆幸当初听了你的建议，虽然一开始确实有点不适应，但是这边的生活质量真的很好，不光是高速公路，整个城市的规划和管理都特别有水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的人很友善，生活节奏也合适，让人觉得特别舒服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思婷接着说，玉婷跟我说，听着思婷讲这些，我这个做红娘的心里特别欣慰。看来这个台湾女婿没有选错，不仅人好，还让思婷见识到了更高水平的生活方式。作为红娘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给年轻人找对象，
而是帮他们找到能让生活变得更好的人。听完思婷的这些分享，我觉得她真的找对人了。以上就是今天丽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啦，希望通过思婷的经历，能让更多人对跨区域婚姻有新的认识。毕竟，爱情是不分地域的，重要的是找到一个真正懂你、尊重你，还能带给你更好生活的人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